點當政治人物的自覺啊！大人是比台灣老百姓的福祉還要重要，是不是啊？不培養接班人，貶低自己的副縣長，李鵬仁就唱衰人家。王惠美一直在出國，大家就逼着黨中央說：“那你趕快吧，26輸就是28輸，你為什麼要成為那個破口？”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王惠美啊，彰化縣的現任縣長，國民黨籍的，最近看起來不太像國民党。1968年民國57年，是從鹿港鎮鎮長起家，再來做了彰化縣的議員，再進入到了做立法委員，最後轉任彰化縣的縣長。一路政壇是很順暢了，因為1994年第一次擔任彰化縣的縣議員，之後呢連任2次之後，在2006年轉戰了鹿港鎮的鎮長，2012年選上了彰化縣的立委，2016年又連任立委，成為了彰化的唯一一席次的立委。大家要知道這不容易啊，因為彰化4席通常3席是綠的，1席是藍的。彰化其實雖然我們叫搖擺州，但彰化整體來說沒有多藍，甚至可以說它略的偏綠一點點。只是民進黨在彰化向來派不出強將，比如說彰化縣的前民進黨的縣長魏明谷爛到流膿，做了1屆之後就掛掉。後面之後呢，一直想復辟啊，這是復辟失敗。不過民進黨在彰化縣因為人也挺多的，但都不咋樣。比如說這次上來陳樹月，其實也非常的弱。彰化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彰化很平嘛，但是彰化又有一點山嘛，就八卦山那一塊，地形也特別，也造就彰化很特殊的地理環境跟現象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地理呢成一方事，的邏輯就是這樣來的。彰化它大概有點像個梯形，東側有一個八卦山，北側呢烏溪，南側濁水溪，所以它是被2大河流夾着往下走啊。這個烏溪在中部比較有名啊，在南部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所以彰化很平，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一個地理單元。彰化的發展很平均，彰化除了西南角的方圓2鄰人口相對比較稀疏之外，它的人口在北側彰化市，也就是彰化縣政府的所在地。彰化縣政府在這裡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彰化是一個南北落差很大的地方，加上彰化又是個梯形啊，比較接近方形的梯形。你彰化市在北面，那你廣大的南邊怎麼辦呢？所以它又形成了第2個縣中心呢，員林為中心。事實上，一個很神奇的地方是，它在八卦山的另外一側也有一個分園，然後分了4個大塊。西北邊的后里洞以鹿港為中心，所以鹿港就是現在彰化縣長王惠美起家厝，就是他老家。往北呢有線溪跟深港，就所謂的彰化海線，線溪、深港、鹿港、福興，像鹽埔，然後就這樣一路下來它的水圳系統也是獨一檔的。從清朝的時候最有名的劉公圳、八寶圳、曹公圳，那唯一缺水圳的地方嘉義跟台南，所以後來才修了江南大圳。彰化自有彰化風情，就是為什麼彰化人每次講到彰化，他們自己很驕傲的感覺，因為控制彰化市也控制不了天下，因為彰化市太偏了，而且彰化市事實上是台中市的衛星市政，從台中市市區畫一個線拉出來，事實上離不了太遠，彰化只比太平才遠一點。如果從像是台中的海線、龍井啊、烏七啊、大甲，都比台中市還遠。台中市離彰化市還比較近一點。其實這正是彰化尷尬的地方。彰化以前選舉是沒什麼重視的。為什麼彰化會成為這一次焦點？得中台灣者得天下，得台中。第一，縣長太奇葩；第二，因為台中、南投、苗栗傳統上也算中部嘛，太穩。而且更好笑的是，其實過去過濁水溪就沒有藍營執政縣市，但是你從地圖來看，這裡還有一個雲林。雲林因為現在張家班接班態勢非常穩固，從以前張榮味找他妹妹張麗善，到現在張榮味的女兒張家俊跟這雲林的李家非常 close， 因為韓國也是雲林女婿嘛，所以其實雲林現在藍營勝在4大，所以中部5縣市現在看起來只剩這樣，位居最中間的彰化有點尷尬。苗栗、南投、台中、彰化、雲林，以前是得台中得天下，但因為目前國民黨在中部的人才非常的充足，比如說現在是盧秀燕交棒給江啟臣，江啟臣再下去還有中生代的比如說像鄭兆興，他雖然他不愛選舉就是了，再下一點點還有現在的台中 F3 嘛，然後在中間中生代還有像是顏寬恆啊、顏立敏啊，台中顏家要選市長不一定，但是至少鞏住立委跟議會這是 OK 的，顏立敏已經做到副議長，台中很穩吧？那苗栗本來就傳統藍區，那就不用什麼好說的，苗栗就是可以藍的跟藍的自己選了，綠的直接滾，綠的在這邊都要偽裝成時代力量或者無黨籍才敢選。最有名的苗栗縣有綠的議員比較有名，叫曾文學，但是無黨籍他掛紫色的，掛那個扛棒那個交流道上面，男的都紫的，女的都是粉紅色，爛透了。縣市長可能在市區還會偶爾綠一下，但是大部分時間也都是粉。苗栗就是一個堅定的存在，因為客家人講忠義精神嘛，大搞閩南沙文主義，而且呢不顧客家人死活的民進黨他們是很賭爛的，但是對國民黨也
不是很喜歡，所以就給了一些無黨籍跟這個時代力量這種看起來要綠不綠的有點控制。但因為現在時代力量太綠了，所以基本上也選不了了。在雲林傳統上已經是相對偏綠的，但因為在縣政這個層級之上，因為張家的綿密的網絡基本上拱住，再加上張家之外還有李家嘛，還有一些相關的當地的家族，所以態勢就比較穩定。而且雲林還有一個特色，雲林是人口流出大縣，社會更加沉澱，更加沉澱就代表只有婚喪喜慶會出現人口移動，大家的工作能夠在農業縣的地方生存下來，它長期就會有固定社會的一個樣態，所以它也動不了。彰化會變成聚焦點，是有它態勢的原因。彰化的歷史跟地緣造就了彰化是一個很獨立的分區，造就了彰化會有南北之爭，造就每一個鄉鎮都有自己的頭人吶。彰化有一個特色，地方派系又多又雜，有幾個比較大的家族，但沒有絕對統治性的家族。也因為這個樣子呢，政治人物通常有一個字叫個性。彰化人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地方，不是這麼好處理。那我先講一下接棒遴選過程。彰化的接棒一直都不很明確，所以在去年藍白宣布藍白合，首波處理的是最沒爭議的嘛，所以就先把新竹市高虹安給推出去了，接下來就步步在處理。那當時比較難處理其實是台中、新竹、嘉義、宜蘭。因為這些地方要初選，就容易扯皮。台中初選完之後，現在穩如泰山。新竹慢慢在向好，但是還有一些問題要解決，竹北的問題還沒處理掉。這個宜蘭跟嘉義基本已經整合完了，反而是不初選的彰化出了問題。但是當初彰化是有想要初選的，但問題就出在王惠美。以下我所說的是絕對都有消息信源的，而且我認為是相對可靠的。如果我講錯，我願意道歉。但是如果我沒有講錯，刻意來扭曲抹黑的，不會有任何退讓。王惠美的事情是這樣，首先8年縣長任期，他沒有培養接班人。原本被視為可能接班人的柯成芳、洪龍章，他2位副縣長，王惠美自己不願意讓人家接棒，他自己逢人就說這2個副縣長酸尾掉啦，他自己講，然後逢人就說選不上哦，然後初選會有一個預民調嘛，我沒有正式辦初選，但是我還是會做民調追蹤嘛。柯洪的民調始終趴在地板上，因為幾乎沒有知名度。柯成芳還幹過立委哦，但就是沒有知名度。為什麼沒有知名度？因為縣長就說你不行，就有知名度，知道的人就說哦，原來縣長說你不行。請問男人最痛是什麼？還沒開始就被說不行，當場先倒了。所以民調始終趴在地板上，完全沒有辦法。我所講的是我經過花了時間抽絲剝繭的脈，會有各種經歷去調查的內容。不敢說是爆掛，但是我敢說是個整理。地方人都知道，王惠美不培養接班人，而且還貶低自己的副縣長。有哪一種的彰化縣長不培養接班人，你也不給你的副縣長選？然後你逢人就唱衰人家，請問你到底要幹嘛？為什麼要這樣幹？人家只能說季亞這有個性。黨中央的想法很簡單，最初的狀況尊重現任，現任你點誰要怎麼做都 OK， 照你的想法。因為現任如果不配合，這選舉很難選啊，這事實嘛。如果要初選也 OK， 但問題是縣長發現有3個人要爭取這個縣長選舉，2個是他的副縣長柯成芳、柯洪2個副縣長，第3個人叫謝依鳳。王惠美跟謝家什麼關係？當年謝家是支持他，因為鹿港要上來，謝家支持他的。北彰化最大家族是謝家，南彰化最大家族最有力人是蕭景田，彰化縣的縣黨部主委蕭景田，2人再加上其他幾個大家族，大家是共推給王惠美，出力又出錢，出現了一個神奇的現象，因為謝家全家都反謝依鳳。其實蕭景田是最支持謝依鳳，從他選立委到他想要選縣長，蕭景田都非常支持。問題無奈謝家長輩反對，那蕭景田能說什麼？北彰化的地方的家族，再加上南彰化以員林為中心，再加上二林，大家就搞定了嘛。北彰化的話呢，其實大家也在看啊，北彰化比較碎啊。那不管怎麼樣啊，各大家族的決策很簡單啊。既然謝家已經決定了，那大家還說什麼？最反謝依鳳選舉的是誰？他阿伯了，因為他阿伯是謝家的大掌櫃，真正在賺錢的是他阿伯，負責選舉的是謝依鳳的爸媽，負責賺錢的是謝依鳳的阿伯。啊，選舉要靠錢，彰化以前的選舉發福利的很多了。目前最大家族就是謝家了，然後另外就是蕭景田，大家就問王惠美嘛，那好吧，縣長，那你決定吧，反正我們謝家這一屆不選了，副縣長民調趴在地板上，那導致謝依鳳的民調高到爆炸，對不對？那如果辦初選，請問誰上？謝依鳳上。但王惠美當初選舉靠誰？靠謝家、蕭家支持，對吧？王惠美靠謝家、蕭家支持，你現在辦初選，你不是當然狠狠打謝家的臉嗎？那謝家就跟你說，他們不要謝依鳳出來了，當然還有他們有他們的理由啦。你徵召你也又沒資源，後續資源跟不上，還不是丟？他媽媽就挑白講了。
如果徵召他是不會輔選的。我覺得最糟糕的是，有些人不知道事實，瞎雞巴亂講，這個叫什麼？偏偏扭曲事實，這叫造謠，竟然佔據了媒體不少的版面。還是要辦初選嗎？辦不了，誰決定的？是縣長最後決定的，因為縣長知道，如果辦初選，那謝依鋒出來，那他沒辦法跟謝家交代。再來。王惠美一直在出國，她當初4月出國，5月出國，現在不是有個說法嗎？就是徵召魏平正的時候不等王惠美嘛。如果再不徵召，請問縣長不確認，怎麼確認縣議員？縣議員不知道鄉鎮市長怎麼確認？鄉鎮市長不確認，請問怎麼確認鄉鎮市民代表？怎麼確定村里長？這是一個9合1大選啊，直轄市還有各縣3級都要選，縣裡面是一大堆要選的，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啊。彰化縣有5種公職要選舉啊。王惠美吞吞慢悠悠的，最後說出了他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新北市長劉和然。但是劉和然他家全力誓死反對劉和然，但刘和然當初是有心動的哦，所以他有到彰化去活動。但是劉和然從很小的時候，他全家族就北遷了，其他的家族確實還留在彰化，但問題是他的家人反對啊，他太太要跟他離婚吶，岳父母要斷絕關係啊，請問你要怎麼選？唯一答應是侯友宜，因為侯友宜对他們家有恩，所以他的長輩跟太太唯一能接受說好，那你選新北市長。因為我們家在這裡，如果去外縣市不能接受。當初侯友宜接到了王惠美的請托，說想請劉和然出山可不可以？侯友宜覺得說有可能有機會哦，我來說服看看，搞不好有60%的機會。到後來侯友宜都搖頭，沒有辦法。王惠美甚至跑到劉和然家裡面去坐啊，早上6、7點就跑去人家家裡了，坐到中午，人家就不能接受，就不能答應。以後請縣長不要再來了。那請問這個過程當中，鄭麗文有沒有幫你？黨中央有沒有幫你？有沒有盡全力去幫忙找劉和然？有沒有天天大家都在電話騷擾戰術找人？你找劉和然解決不了啊！講民調的人，我跟你講，那就是惡意的，非常非常惡意的。所以劉和然為什麼這一次答應魏平正的請托，擔任白皮書召集人，積極輔選？接下來大家放假就會看到劉和然跑彰化，所以大家就逼着黨中央說：“那你趕快吧！”大家都在等，你知道嗎？地方都在等，縣議員在等，鄉鎮市長在等，所有人都在等。彰化這個要怎麼選啊？你初選不結束，大家沒辦法結束內部矛盾嘛，就沒有辦法選舉嘛。王惠美已經4次不見黨主席，不見中央，而且從頭到尾不給魏平正顧問職，所以魏平正事實上都不知道縣長去哪裡。然後縣府對魏平正就是完全處掛機狀態，縣府對卓榮泰跟賴清德還更熱情。最屌就是王惠美，總統謝謝您，但小碎步難以完成大建設。賴清德總統今天在彰化公開宣布，內政部即將審議的水舞金田園聚落特定區計劃不會超過年底，但也請賴總統別忘了，我們還有彰交特定區解編計劃、鹿港及和美捷運路網和20精密產業園區環評案，分別在內政部、交通部和環境部等待審議，希望您大力推才能翻轉彰化的命運。改造彰化最關鍵的時刻，需要賴總統時時刻刻對彰化念茲在茲，彰化人一定會永遠感念您對改造彰化的決定性貢獻。賴總統辛苦您了，您的支持與鼓勵，我們會做得更好，做對的事，做應該做的事，做對彰化有利的事。有濃濃的漢學味。總統謝謝你，但小碎步難以完成大案，什麼意思？謝謝總統，但你還敢指導總統，一點政治智商都沒有。你可以指揮賴清德的嗎？而且賴清德他是總統，正常來說他是沒有資格介入內政部的審議計劃的，公然違憲的事情，賴清德可以講得如此理所當然。這種審定計劃審議的部分，它是需要經過都市計劃委員會的相關的專家會議去審定的，不是賴清德說審不審得過的問題。這種公然違憲的事情，你把它寫上來啊，賴清德在違憲，你跟着他違憲，你是傻子是不是？這是有夠傻的，你知道嗎？所以搞了老半天，你在那邊謝總統，有什麼好謝的？你這樣謝，他也不會感謝你啦。就算他給你個什麼官，你馬上就被拔了啦。我直白講啊，王惠美如果用這種方式，真的陳書岳選上了，後面等陳書岳完成了彰化的整頓，王惠美馬上丟官，而且各種案件馬上來。因為賴清德到彰化是一直在罵王惠美啊，稍微不罵了，結果王惠美還說成王美惠，就連名字都記不得啊。如果今天是要當官是一回事，如果今天是有案子被賴長掐住又是一回事。但有什麼好怕的呢？被掐就被掐，他的臉書還控評啊，真是有夠丟臉。有一些反對他的聲音都被刪掉啊。如果是做對的事就該做啊。彰化過去8年被民進黨罵成什麼樣子？真覺得王美完全搞錯方向。你又不培養接班人，你又在那邊耍脾氣，你到底想怎麼樣？說鄭麗文跟侯友宜有心結的謊言不攻自破，完全自己原地炸裂。所以最後為什麼會去選出魏平正呢？魏家比較偏向做生意，在本地比較沒有什麼利益糾葛。另外魏家他們做絲襪、做產業的資金比較雄厚。
所以最後沒辦法決嘛，王惠美擺爛嘛，那就只好上一次的福隆王蕭景田徵詢了各家同意之後，尤其是謝家的同意，所以魏平鎮才出來的。雖然他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出身，但是他確實是經過彰化幾大家族，大家覺得說 OK 來就推他吧。不然要等到什麼時候？魏平鎮會出來邏輯是這樣的，不是因為什麼跳過誰，什麼跳過誰，沒有。劉荷蘭是不是在這裡？這一篇哦，這是史詩級的爛文章啊！你要求綠也求不好，要謝綠也謝不好，又沒求到又沒謝到，你發這邊要幹嘛？哪裡還被攔得恨？王惠美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啊，他是個好縣長？除了他真的有認真憲政之外，其實最主要不是他多厲害啦，是氛圍感吶！是因為中部5縣市國民黨女力當自強，當時那個氛圍感把它拱住了。氛圍感很重要，個別人努力當然重要，但是集體的氛圍更重要。那為什麼大家對中部寄予厚望呢？因為連續2次的選舉，從18年到22年，民進黨都大敗，尤其在中部輸了底朝天嘛。中部人透過地方選舉投票給藍的來教訓民進黨嘛，因為大家真的很討厭民進黨嘛。再來，你王惠美個人再怎麼恨，再怎麼不爽，對鄭麗文、對黨中央發洩，再怎麼對蕭景田發洩，再怎麼樣對謝家發洩都好。對魏平鎮發洩都好，你的恨你的痛有痛過老百姓過去10年被民進黨執政的痛嗎？有慘過過去10年民進黨執政的慘嗎？還有未來可能的兵凶戰危，兩岸的和平可能不在，戰火的危險嗎？你個人是比這個還要大是不是啊？你個人是比整個台灣老百姓的福祉還要重要是不是啊？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啊，最基本的一個素養是什麼？要把眾人之事放在自己的身上。今天大家都知道26輸就是28輸，你26你為什麼要成為那個破口？有沒有一點當政治人物的自覺啊？彰化很多產業都是隱形冠軍啊，以中小企業為主，但是在川普的關稅貿易戰岌岌可危啊！不搞好兩岸關係，你彰化還有未來嗎？發展個無人機全彰化就吃飽了嗎？一點大局觀都沒有，看不起你啊！政客是自私的，但最好自私到底。王莽攻遷下士時啊，唐史當時生便死啊，一生真偽有誰知啊？你幹完2屆縣長就直接倒過去，非常好，至少我們不用看到王莽的悲劇。你立刻就當個司馬昭，大家也舒服一點。如果他最後回心轉意，那非常好，我願意為這段時間我對他的個人的批判道歉。但是我跟你講，有哪一個民進黨的黨員、民進黨的党公職4次不見賴清德黨主席，你就告訴我有哪一個？高雄媽祖婆就只是當着賴桑的面講一些543的，被抓的時候司法干預初選，當場炸裂，連跟師傅的對話都被挖出來，死透頂了。下一屆選不選得了都不知道，家裡全家被抓了個遍。這個人是誰？林岱樺。賴清德對自己同黨的尚且敢如此下狠手了，你一篇你這個小作文都寫錯的人，你懂賴清德嗎？你只要民進黨嗎？老百姓不要一個會寫小作文的在野黨的縣長，讓人家覺得你好像要偏過去。小作文寫到這裡來了。假如朱立倫還是黨主席，王惠美會迎賴巨震嗎？國民黨現任縣長王惠美組都與賴清德同台，彰化的選民接受到的政治語言自然是心中有數。到這個份頭上了，還在捧豬倒正。彰化的問題是正的問題嗎？彰化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彰化的問題就是王惠美她詭異的邏輯啊，但是一定背後有一些狀況嘛。彰化人哦，我去澳門剛好遇到彰化縣芳苑農會的一群，他們都在跟我耳語說，他們真的覺得縣長一定答應了什麼事情，一定拿到什麼利益。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地方都在傳，大家都在猜，因為不合任何邏輯啊！王惠美如果公開叛黨，反而這個好選。現在最麻煩的是他要叛不叛的，你開除他也不是，不開除他也不是，這個才叫尷尬。就魏平鎮現在最大的問題，知名度太低。但是王惠美這事情一鬧再鬧，魏平鎮法慢慢浮上台面了。然後你也可以看到，儘管王惠美在那邊裝死，但是彰化的各大家族、各地方的莊腳基本上都是幫着魏平鎮的。所以魏平鎮地方的說明會啊，各種造勢現場啊，場場不缺席啊。王惠美缺席，但是現場人來的是滿。王惠美現在走的路，請問是不是當權者下跪，是站在人民這一邊嗎？如果是的話，賴清德現在妥妥連任了啦。賴清德不會40.55%當選啦，賴清德不會民調這麼低，還需要找代理人出來做民調。王惠美她覺得她很秋嘛，所以我不同意說什麼王惠美有什麼本錢，她哪裡有本錢？她最後就生死骨碎，
藍白合的本質是老百姓要你藍白合，不是老百姓聽你藍白合。君悅會談之後，為什麼賽場的5個除了沒有直接參與的馬英九再創人生高峰，因為他後來去了馬協和會嘛，其他4個人通通在政治上被幹掉了。因為君悅會談的當下，老百姓雖然是看好戲，但是老百姓希望換人做做看，希望民進黨下台再見滾蛋。結果你分裂全死啊！柯文哲的政治能量跟以前能比嗎？朱立倫甚至連黨主席都守不住了，只是有體面的說我不選，但事實上選連任就選不了。侯友宜沒下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他就呵呵做代誌。郭台銘已經從政治徹底出局了，馬上要投票。有看過這麼冷的9合1大選嗎？結果你看哦，大家氣到什麼程度？9合1沒人關心你不覺得很莫名其妙嗎？那大家可以賭爛啊，大家北宋啊，就還看到王惠美這個爛樣子，你這個德性。大家要的是2026、2028民進黨輸到脫褲子，把民進黨這個不良不安的因素除去掉，才能去實現兩岸真正的和平，台灣人才能真正安居樂業。